欢迎收听今天的深入探讨。我们今天拿到一些关于具身机器人的资料，哇，内容蛮丰富的。对啊，从技术发展、全球应用，甚至还有一篇特别从基督教的角度去看的文章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大家快速梳理一下，抓出重点，看看这个号称 AI 下一波浪潮的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它又跟我们的信仰价值观有什么关系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深入看看。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确实，它不只是谈很前面的科技，也碰触到我们怎么看自己、看科技，还有信仰的角色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好了。具身机器人，简单讲是不是就是 AI 加上一个实体？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让 AI 不再只是虚拟的，而是有一个身体，可以在真实世界里跟你我互动、感受、学习，然后行动。哦，那个关键字就是具身智能。具身智能。这个概念是说，真正的智慧需要透过身体跟环境互动才能慢慢形成。这跟以前 AI 大多是离身的，在资料库里跑，很不一样啊，我好像有点懂了，所以才会看到有那种人形的，像人一样，对，模仿人类结构的，还有那种像动物的，四只脚跑来跑去那种。是像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，还有其他各种形态。重点都是要有身体去跟世界接触、学习。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像蛮直觉的，但技术上要走到今天这样，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？当然，这个想法其实，可以追溯到图灵那个年代了。哇，那么早？对，但真正的突破，一个重要的点是1986年那个罗德尼布鲁克斯提出的包容式架构。包容式架构。简单说，就是让机器人可以直接对环境做出反应，不用先在脑子里建立一个超复杂的世界模型，就是感知、行动这个循环变得更直接可行了。哦，那最近几年会冲那么快，当然就是靠感测器技术，还有 AI 演算法，特别是那个多模态大模型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进步真的很快。像我看到资料里，OpenAI 那个 Ducto 机械手居然会玩魔术方块。没错，还有他们跟 Figure 合作的那个 Figure 01人形机器人，可以跟人讲话拿东西，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像那么一回事。对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进程。甚至中国大陆那边好像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具身智能了。哇，那应用方面呢，是不是也开始变多了？是啊，应用越来越广。像资料提到的那个自源机器人的 A2W 在工厂里搬箱子，对，我看到那个好像连续搬了800多个箱子，还零失误，而且能适应不同大小的箱子，这在工业上就很实用。医疗方面好像也有不少例子。医疗是个重点，像资料里提到浙江那个 CT 介入导航可以精准定位，还有康复机器人。台湾这边我看到台中荣总用了那个 Neurobot 护理机器人。对，那个 Neurobot 听说可以分担护理师大概30%的工作量，像是送药、巡房这些。这真的让人看到科技辅助的潜力耶。没错，不过，这就刚好接到你那份从基督教角度看的资料了。哦，怎么说？当我们看到机器人开始做护理这种比较贴近人的工作时，我们就会想，那人跟人之间的关怀呢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那篇文章就提醒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创世纪1章27节说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对，有独特的价值跟尊严。而且神给人的使命是管理万物，这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。所以这个观点是说，机器人，它应该是我们的工具。是的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，是被造物用来服务人，而不是要取代人。因为他们没有灵性，没有自由意志。对，缺乏神给人的那些特质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能被创造出来，也是因为神先把智慧赐给了人。就像约翰福音说的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那这样一来，就有伦理上的挑战跟责任了。怎么说？资料里面有提到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太依赖科技，结果反而让人跟人之间变得疏远。哦，这倒是真的。所以关键变成，我们怎么在享受方便的同时，还能保有甚至加深人性的关怀？这就需要用爱心、用责任感去引导科技怎么用。那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该怎么面对这股浪潮呢？
文创的建议是要积极参与，不要只是旁观。积极参与。对，一方面可以用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去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。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专家，那就可以贡献专业知识。另一方面，要关心伦理问题，参与公共讨论，帮忙建立一些好的规范。那在生活中呢？生活中就是好好用科技带来的方便，但心里要很清楚，人跟人之间的关怀是不能被取代的。比方说，医疗机器人可以帮忙照顾身体，但他没办法给予心灵上的支持。对，那这就是基督徒可以做的。我们可以去提供机器人给不了的情感支持、属灵关怀。这样听起来，科技跟信仰好像不是冲突的。不冲突，反而可以相辅相成。这也让我想起了一篇文章结尾那段话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哪一段？就是这一句：具身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，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。从基督教的视角，运用圣经的智慧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科技进步。让我们以敬畏神的心，积极参与到具身机器人的发展中，与他们共生共荣，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这段话总结得很有力量。是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很快地看过了具身机器人的定义、发展一些应用例子，也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，深入想了一下。对，综合你给的资料来看，图景其实蛮清楚的。科技进步很快，机器人越来越能干，但同时也带来很多伦理和价值的问题，需要我们去面对。就像刚刚说的，科技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了，但怎么用它，怎么引导它，就看我们的智慧跟价值判断了。没错，那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。资料里其实也稍微提到一个概念，叫做自主通用科学家 AGS。那个概念是说，机器人未来可能自己做科学研究。对，有这个可能性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当这些具身机器人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，甚至越来越聪明、越来越自主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确保他们的发展方向始终是符合我们所看重的，不管是来自信仰，还是来自普遍人性，那份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呢？的确其实是个需要持续思考的大哉问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